宿营黑影。大学社团的迎新活动是每年最让人期待的事。升上大二后，轮到我们这一届负责筹办活动，迎新露营场地选在一处山中的露营区。这里景色优美，白天青山环绕，夜晚则被深邃的黑暗笼罩，仿佛能感受到山林深处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。活动的重头戏是传统的夜交，这是学长姐们设计的试胆游戏，借着深夜里的恐怖气氛，让新生们突破恐惧，也让彼此更快地拉近距离。负责关卡设计的我，对于这次的活动特别用心，提前1天到场布置关卡，并设计了几个惊悚但安全的互动场景。那天晚上，我手持手电筒，沿着小径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巡视，亲自确认每个场景的布置是否到位。山里的夜晚寂静无声，只有虫鸣和风声偶尔在耳边响起。手电筒的光束穿过浓密的树丛，投下斑驳的影子，有时让我错觉中觉得影子在移动。在确认所有布置后，我回到了活动的终点，等待各组新生依序完成闯关。然而，就在第一组出发后不久，我注意到天边开始聚集起浓厚的雾气，这让我有些不安。夜教活动进行得很顺利，第一组、第二组陆续回来，每个人都兴奋地分享自己的经历，气氛热闹得让人一时忘记山林的孤寂。就在我准备收队时，发现还有一组迟迟未归。为了确保安全，我决定逆向沿着路径前往关卡确认人员的情况。手电筒的光线划开浓雾，脚步踩在湿滑的山路上，周围安静的只剩下我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当我走到第3关卡附近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仿佛有人在我背后不远处跟随着我。我猛地回头，手电筒的光束扫过树丛，什么也没有。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，我自我安慰这可能只是风声。然而，当我继续前行时，前方的雾气中隐约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是人员还没撤吗？我心中猜测，抬手将手电筒的光聚焦过去，光线穿透雾气，那是一名背对着我的身影。他的衣着似乎与新生或工作人员都不同，像是穿着一套破旧的布衣，头发蓬乱，整个人显得突兀又诡异。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我试探性地问，但那人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仿佛没有听到。我壮着胆子走近，手电筒的光越来越亮，却突然发现那人隐在雾气中越来越淡，直至完全消失。我整个人愣住，背后冒起阵阵冷汗，这时耳边竟响起低沉的声音，不要留下来。我匆匆返回终点，告知其他工作人员。经过确认，所有新生和工作人员都已安全返回，并没有多余的人留在山中。这让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问起当地负责场地管理的老伯，是否知道这山中有什么异事。老伯听完后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。他告诉我，这片山区早年是原住民的生活领域，后来战乱时，有不少逃亡者在这里失足或被袭击遇难。据说，有些灵魂因不甘离开，常会徘徊在山中，特别是在浓雾升起的夜晚。这里的山精鬼魅很难缠，不该惊扰他们。老伯补充说，你们来这里办活动，最好准备些贡品祭拜，否则很容易撞见不该见的东西。翌日一早，我与其他负责活动的成员一起到山边的土地公庙，按照老伯的建议准备了贡品祭拜。我将昨晚的经历说给大家听，学弟学妹们一开始还以为是我故意编造的恐怖故事，但看到我苍白的脸色后，也不再开玩笑。这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山林的神秘与不可侵犯。虽然迎新活动顺利结束，但我对这片山区多了一份敬畏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在夜晚独自进入山中，也时刻提醒自己，在这片山林里，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被阳光照亮。迎新活动虽然成功让新生们留下深刻印象，但那晚的经历却成为我心底的阴影。那个不该存在的人影，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也成为我们社团新一代成员的警示故事。在山林深处，有些秘密我们永远无法探知，只能谨慎行事，
保持对自然和未知的敬畏。